我一直以为牛骨只有在四川才有，然后今天惊奇的发现，原来意大利人并不只会做披萨。意式快餐可真好吃，果然《梦华录》里面说的是对的，东京不只是富贵迷人眼，还有这种热量的诱惑啊！虽然它里面说的是河南那个东京，我今天本来是在下北泽逛街，但我隔着玻璃都能看到师傅拿着披萨往火炉里面送。咱们就是说不吃还是人，没，不吃也可以。すみません、3名で予約はないです。他们家是今年新开的店，没用几天就成了下北泽的人气店。看着他们家的菜单，竟然有一丝感动。他们家的菜单看上去都好有食欲啊！他们家是做牛棒骨和披萨的意式居酒屋啊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想念四川棒棒骨的第845天。而且他家是在你面前做披萨，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披萨从无到有的过程，它原来是这样摊开的呀！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菜啊，像是用披萨的边角料做的磨牙棒，非常脆，有点拇指饼干那个意思。第二个菜是牛舌沙拉，哇，好难吃啊！这也是可以说的吗？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吃沙拉的命。你们说牛也要吃草，但为什么我吃了牛就不能算我吃了草呢？哎，不管，活到150。接下来是一碗巨香的菜，橄榄油炖的口蘑加香肠和鸡胗，旁边还配了一个小面包，哎，肉眼可见的热量。先吃一口鸡胗，入口就是油，满满的橄榄香味，它已经渗透到鸡胗的每一个细胞里，感觉像是先用橄榄煮过再煎，保留着嚼头，然后口蘑加香肠，这一口吃到了橄榄里面煎的蒜末。果然一餐是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欧洲料理。再拿着面包蘸一下橄榄油，再搭配着香肠，它这个面包还有点韧劲，蘸着肉香和油香结合的汤汁，就是说太开胃了。我让想喷一点这个奶油在嘴巴里。然后就是这个了，牛髓芝士土豆泥，服务员会帮你把牛髓刮到芝士泥上面，它那个牛髓的骚味特重，巨香。牛髓本来就有股奶香味，再加上芝士特带的那个奶香，它整个这盘菜就非常扑鼻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牛奶的香味，就这个菜甚至很下饭。这个得再加一份。下一个是香煎鸡腿肉排，就是在切开鸡肉的时候，还是能感受到它煎得很嫩，整块看上去都油光发亮。一入口先是清新的迷迭香的味道，鸡肉的汁水确实很多，还有那种鸡皮煎的软脆的口感，再配了一口彩椒，它跟日式鸡排完全不一样。鸡排吃出了牛排的感觉，就是一点也不油腻哦。然后是重点，在我们面前刚烤好的玉米披萨，你们知道烤包谷的那个味道吗？就是它自带一股有味道的风，然后因为它是薄饼披萨，就不会拉丝，有点遗憾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有一种奶油玉米浓汤的味道，润物细无声的奶甜，但是吃起来又会有一种美式披萨的厚实感。吃披萨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你。然后下一个菜，这个大骨头端上来的时候，什么呀？我一个疑问，这东西要怎么吃啊？服务员说这个是他们家的限定菜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。它虽然很大，但它整个感觉烤的还是很软烂，拿叉子轻轻一扯就撕开了，凑近还能闻到表面的焦香，还有淋在上面橄榄油的香味。拎起来的时候，肥肉的油都在往下滴，骨头的肉是剔下来的，做成了卷肉烤的，肥肉的部分特多，甚至有点像在吃肥肠，而且它又撒了孜然，就像孜然肥肠一样。切开之后里面还是粉嫩的，哇，还是挺鲜嫩多汁的，甚至里面还有脆骨，嘎吱嘎吱的，太顶了。尝试着配了刚才的土豆泥吃，肉和蔬菜都有了，哎，又可以活到150了。这天就是意外的好吃，我们现在加点菜。万万没想到，意大利人也吃生肉啊，不过是生的马肉，不难吃，但是也不怎么好吃，就是不如和牛，更像包子馅儿了。马肉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肉还是很嫩的，就是我不喜欢吃菜啊。真的吗？今天吃了猪牛鸡，最后再点一个羊，油炸羊肉球，看起来像可乐饼又像狮子头，下面是一层芝士土豆泥，羊肉末的膻味是最重的，而且它里面的肉打得很细，搭配着土豆泥还是挺过瘾的。他们家就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，巨便宜，而且特过瘾。那个玉米披萨我是真的爱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哇，好高，卡玩意儿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啊，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。无语。6期。好远啊！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卡塞的感觉。哎，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，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跟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，
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两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两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，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但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两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肉就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它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开。提灯最近出现了很多它的负面评价，说它是下水，但咱们说就是什么，这跟它好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刻意挑了家有提灯的店，好久没有吃到过让我惊愕的烧鸟店了，真的很夸张。这是打了蜡吗？这个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京站，一个非常浮夸的商业区，里边其实还挺好看的。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直接在车站的里面。5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5時半ですか？啊，5時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进来后发现是位老师傅，今天这顿稳了，吃鸟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，常驻嘉宾毛豆在手，缺点小酒。这个前菜还挺有意思，它是先烤后蒸的鸡肉，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四川的冒烤鸭，加上一点洋葱，会有点清甜的感觉。它都是宫城县的鸡肉。再来一口豆腐渣拌的菜根，饿了。第一个出来终于来了，鸡脖子肉，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这个吗？它是鸡身上活动最多的部位，所以它会格外的嫩滑弹牙。而且它的筋和肉是缠绕在一块的，都在发光。接下来是调味鸡腿肉，感觉每家店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师傅说可以加一点七味或者一点山椒，因为这一串是酱烧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。我发现这个鸡有个特点，就是它肉和油脂的部分平衡的很好，细嫩又不失弹性。第三段是酱烧的鸡肉丸子，师傅对它其实下了狠手，一口下去，牙齿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紫苏叶和脆骨，再蘸一点萝卜泥和蛋液，这样配上更甜了。它这个肉打得特别细，肉质也被保留得很充足。肉里的油水真的很适合夏天，但是脸上的油我们还是算了吧。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资生堂男士的新系列 Sidekick， 特别是他家的这个净油棒，它那个绵密的泡沫深入毛孔，清洁后皮肤也不会紧绷。里面的2肽15和山茶籽油不仅可以收缩毛孔，还能长时间的水油平衡，洗完还能再用他们家的保水瓶补水的同时还能安抚泛红，这个夏天的清爽就靠它了。好啦，继续下一串，真的很夸张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鸡肝。如果有鸡肝选美大赛的话，它可能估计会荣获第2名。它像一块打磨好的鳕鱼，吃进去的感觉也是表皮 Q 弹，破开之后里面的干香会像液体一样涌入你的口腔。它里面是流心的，最近吃到过最好的鸡肝。再吃一串烤番茄缓一下，上面是一层厚厚的芝士，甜而不腻，而且盘子下面的芝士番茄汁还挺好喝。接着是一盘烤的包浆豆腐，上面淋的鸡油，有点像吃肉又有点像吃油豆腐，整个豆腐都被肉香包裹着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提灯了，也是我来这家店的理由。它卵巢部分的肉挂得很足，卵巢不同于别的内脏，吃起来特别的有韧劲，再加上这颗超大的爆珠在你嘴巴里面炸开，蛋液没有腥味，反而是一丝清甜，口感立马丰富了。所以提灯好不好吃，我真的推荐大家自己试一下。最后一串是烤鸡翅，每次我都特别享受牙齿穿过那层厚厚的鸡皮，再咬到肉里面那个肉汁肆意的感觉。鸡皮焦脆，鸡肉软嫩，它经过大火烤制之后，那个皮最脆的地方像薯片一样，这个烤的优秀到可以缩骨头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青椒鸡肉末冬，哇、太硬了，厚厚的一层肉末，再配上一块鸡肉加了青椒，而且它全都是烤的，这怎么能不算好店呢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，这家店带你朋友来。